小的，却直面风雨，独行使命，留下坚定背影。乘风吧，唱演一线之歌的黎明，前行吧，危险之旅等待我们开辟，续战吧，见证光明，爱用交织搏击，守护吧，理想炙热如炬，倔强的光照亮了梦开启的方向，不再彷徨，那是你我此生的信仰，迷雾消散，找寻心底呼唤的答案，每一刻义无反顾起航。谁交的钱啊？她的丈夫。她丈夫？特哪冒出来个丈夫？不知道啊，我们前期调查根本就没有丈夫。是的，她确实有一个丈夫，是 F 国的一位医生，在三江当地还拥有一定的声望和名气，和很多检察官和警官，甚至是公务人员都保持着友善的关系。因为与他结婚，所以钱天星现在也是 F 国公民的身份，事情恐怕更加的棘手了，你知道。哪儿冒出来的丈夫啊？我还要告诉你们一个不幸的消息，他的得力手下威哥刚才也被保释了，保释金同样是5000万。此时此刻他正在楼下。怎么样了，姐？钱天星和杨威被保释了。保释？怎么能被保释呢？杨威，你别太嚣张了。你们愿意花点臭钱买自由，那是你们自己的事儿，但是你用不了多久，你还要回来的。何警官还记着我说过的吗？咱们的事儿还没完呢。阿威，上车。我等着你。拜拜。又让他们给跑了。烫的，慢点。啊！我张小北做梦也没想到，我还能有躺着被美女伺候的这天啊！其实有时候挨顿毒打呀，还真不是坏事儿。少油腔滑调的，你又不是瘫痪了，自己吃啊。哎，安检察官、何警官，你们来啦。怎么样？啊？死不了。谢谢你们把我从那个地方救出来，还允许我有机会能够照顾一下小北，我的心愿也终于能够满足了。接下来我会配合你们工作组，继续回去配合调查，也希望你们能够替我照顾好小北。他是个好人。我听说啊，好不容易抓到的钱天心被警察放了，是不是真的？钱天星他是被保释了，交了5000万。不过你放心，他还要遵守保释规定，不会逃的。这有什么区别吗？不还是在外面逍遥吗？他把多少老百姓害成那样，他自己在外面吃香的喝辣的。你们当官的是干什么吃的？你说的什么屁话呀？是我们碰的他吗？我们不想抓他呀？我们来玩的吗？这是在别人国家，我们得按人家流程办事儿。那进门你就鼻子不是鼻子，脸不是脸的，跟谁呢你？何洛言，别说了。
姐，他的电话。不要再来打扰我。好。喂。喂。我记得你走之前，我应该跟你说过吧？这3个月如果没有什么紧急的事情，就不要再联系我。你被警察抓了，算不算紧急事态？我都跟你说了，不用你操心。我连拘留所的床都没有捂热呢，这一切都在他的计划当中，全都已经安排好了，你操什么心呢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你永远都听他的，而不愿意听我的？你该不是打这个电话只是为了吃醋吧？你好像已经过了这个撒娇的年纪了呀。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。你以为一切都已经过去了吗？现在你的处境还是很危险的。危险？你指的危险是那个来 F 国的何警官，还是你那个老婆的闺蜜呢？你真的是对他们太寄予厚望了。我就告诉你吧，据我了解，这3天时间，他们要不就是在警察局审问那些被抓来的人，要不就是在医院去看望那个张小北。而且我的眼线告诉我，你的这几个朋友好像还挺失望的。无论怎么说，这一次，请你一定要听我的。那个安妮，还有那个姓何的警察，绝对不会这么善罢甘休。表面上越是风平浪静，你越要小心翼翼。最好你马上坐船离开那里。行了，你别说了行吗？你现在国内，你该操心的是你自己。现在风口浪尖上，危险的应该不是我，更危险的可能是你吧。你为什么就不肯听我的话呢？你要听他的安排，到什么时候？到你无处可逃，万劫不复。喂，你不要试图来挑拨我们行吗？不要来教我做事儿。能够给我发号施令的人只有他一个人。对于他，你根本就是一无所知。可你对中国的司法力量，你也是一无所知。中国的司法力量，我很好奇，你指的这个中国的司法力量是谁啊？就是那个乳臭未干的丫头吗？我觉得她现在觉得最幸福的事情就是下班回家搂着她妈妈吧。她来错地方了。这个女的无非就是一个急于想立功、想被人认可的小年轻而已了。这儿不属于她。该逃跑的人不是我，是她。你知道吗？朝安妮开枪的那个杀手，被安妮的男朋友现场制住，然后交给了警察。这点啊，就更加不用你操心了。我相信你也很清楚，我所有的渠道都是隐秘的单线。就算任何人被抓了，那也牵连不到我。安妮的男朋友叫做肖莫恩，前2天我跟他聊天的时候，差点说走了嘴。这个人城府很深，我现在很担心，就怕他们发现了什么。别说了，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吧。我说了不用你操心，你也别再说了。至于那个安妮，我会妥善安排好的。你不用担心。还有，现在事态紧急，出于安全考虑，你别再打电话给我了。等事情过去之后，我自然会找到你的。挂了。Please。姐，西蒙斯到了。行，我这就过来。哎。Hello， 晚上好呀，西蒙斯督察。
希望我没有打扰你的雅兴。阿威，拿个杯子过来。怎么会呢？我正想有人能够陪我喝一杯呢。怎么样啊？这3天警察局那边有什么消息？什么都没发生。那位中国检察官又带着他的警察男友找冈萨雷斯来抗议了一番，指责我们不应该如此草率地对一个身负重罪指控的人进行保释。听说他们不欢而散了，还大吵了一架。雨辰，来，干杯！这酒很不错。Of course， 专门为你准备的。所以你打算怎么办？现在，你已经重获自由了。看来那帮人费这么大的努力，仍然要空手而归了。我听说，你事先转移了你服务器和数据库里储存的信息。你是打算休息一下，然后重新开张？西蒙斯督察什么时候那么关心我的生意了？难道你是担心，如果我落在那个安妮的手上之后，会对你不利吗？那东西留着，一定是个祸患。你已经赚足够多钱了，收手吧。及早把所有的数据都销毁，这对所有人都有好处。西蒙斯督察，你是不是误会了？为什么你们总是把我看成是一个吸人血的家伙呢？难道我很像一只蚊子吗？其实我觉得我应该是一只蜜蜂，不知疲倦地为着母蜂不停地去采集蜂蜜。请问这个世界上哪一只蜜蜂会是觉得蜂蜜采得够多了呢？你太疯狂了。好了，不要这么焦虑了。人生苦短嘛，就得轻轻松松的。要不这样吧，明天下午呢，我想办一个 party， 请一些华人圈和商圈有头有脸的人来参加，顺便澄清一下最近围绕我的那些谣言。对了，我还可以叫一些司法界和政界的人来替我站台，到时候你就一起来吧，好吗？当然。到时候来，有美女可一定得来哦，啊！怎么了？前天新让我去参加他的私人聚会，还怕我没衣服穿了，突然给我送来了衣服。太嚣张了，这不是跟咱们挑衅吗？我估计他是已经把自己当做胜利那一方了，应该也不只是挑衅吧。他应该会跟我们开出贿赂条件，必要的时候还会移交1、2个关键的人物，让我们带回去立功，让我们以后不要再盯着他。你这不是挺了解他的吗？别去了，太危险了！别忘了，他刚找人对你开了几枪。他再怎么疯，应该也不至于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对我怎么样吧？再说人家连衣服都送来了，如果不去的话，岂不是显得我们特别心虚？那咱们就做好准备。烫死我了！这不是放了一晚上了吗？哎，别吹了，你喝吧。这是你喝吗？没事。
Miss Anne, my boss is waiting for you. Please. 不好意思，失陪一下。Hello， 安检察官。谢谢你，钱小姐，邀请我来参加你的盛会。是不是不太适应这样的场合呀？没什么不习惯的，我这个人适应能力比较强。你来 F 国这么久了，咱俩一直都是斗得你死我活的，难得有机会，咱们可以好好聊一聊。里面请。请吧。不好意思，带你来那么安静的地方。我喜欢安静的地方。会下国际象棋吗？学过一点儿。那就好。你是客人，你先走白棋吧。你说你何必呢？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，其实你也很清楚，就算是我把所有的事情拿着录音笔全部都说一遍，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，不是吗？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？我什么时候说过让你空手而归了呀？你误会了，我已经安排了我2个下面的总管。他们死心塌地的愿意承认，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他们干的，所以你可以把这2个人带回国，然后大肆宣扬，你打掉了一个国外大型的网络犯罪集团，而且还抓了首犯，该立功立功，该拿奖拿奖，多好，两全其美嘛，对吧？所以钱甜心小姐，你觉得我们大老远到这儿来，就是为了立功拿奖的？难不成是为了理想吗？你要知道，所有想要的事情都得付出代价的，特别是理想的代价，那是极其昂贵的。有的时候，可能还得失去自己心爱的人呢。对。所以你也是这样，失去了自己心爱的人。我吗？你错了，我没有心爱的人。我只是为了拿到一个 F 国的合法公民的权益，所以就找了一个德高望重的牙医嫁了。想必在3天前，你应该还没有想到我有这一手吧？你确实是一个不择手段的人。你为了可以保释，能够交出巨额的保释金，你可以嫁给一个你自己完全不爱的人，你也可以让你的手下去替你顶罪。这么跟你说吧，我们查不到受害者的资金流向，因为你的水房可以在10几秒之内就将所有非法所得的款项都分散转移到世界各地的账户。我们也没有办法将你定罪，因为我们找不到你的用户信息和操作记录，我们也没有办法让你这团伙的成员口供完全相互印证。你为了保释可以交出巨额保释金，你也可以雇佣当地最优秀的律师来让你一直保持自由之身。你早就做好万全的准备。哇，真的是太了解我了。所以呢，安检察官，那你又想怎么样呢？你知道吗？你最可悲的就是，既知道我的一切，也知道我怎么犯案的，也知道所有的过程，
甚至你知道我非法拘禁和故意伤害的证据，可是你就是赢不了我，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，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在 F 国多坐1天的牢。哼，你明明知道我是坏人，可是你却不能用不合程序的手段把我带走，所以这就是你们的短板，你是赢不了我的。被你这么一说，我确实还真是进入了一个绝境啊。现在的形势对我很不利啊。那肯定啊，你要知道，这儿可是我的主场，我怎么可能输呢？既然你都已经这么说了，不如你也来听听我的故事吧。我相信你对我一定非常感兴趣，要不然这几天你也不会派着人一直跟踪着我。可以啊，换个角度来看故事，何乐而不为呢？你非法拘禁和故意伤害罪已经明了，而最大的转机就是发生在3天之前。目前事态的发展已经超出了我们对困难的评估，钱天星犯罪团伙的很多狡诈的手段，是我们事先没有想到的。所以我想，按目前的形势，我们是不是可以暂时先放一下？我们现在都已经把钱天星逼到墙角了，而且有了他非法拘禁和故意伤害罪的确凿证据。如果我们往前一步的话，我们就有能掌握钱天星他网络诈骗犯罪的关键证据。如果往后退一步，那我们就会错失破获此案的机会。我觉得越是在这个时候，我们就越不能给钱天星任何喘息之机。但是你们在搜查钱天星服务器和数据库得出的结果，国内的技术部门已经进行了彻底的分析，并没有关于中国大陆的相关信息。那么我们认为他很可能早就做好了准备，在你们行动的第一时间就删除了相关证据。也就是说，从数据信息入手取证的这条最直接的路已经被彻底堵死了。郭姐，是这样的，我的意思是说，虽然国内的技术人员没有查到关于国内的相关信息，但我发现即使我们封了钱天星的服务器，仍然有相关信息流指向这儿。所以我觉得他们肯定是提前准备好了，把相关数据转移到了备用服务器上。这个可能性我没考虑过，我们也协同了当地网络部门，试图顺着信息流从外部来追查可能存在的备用服务器，但得到了反馈，这个服务器并不存在，或者说，即使它存在过，也有可能被彻底删除了。不是这样的，郭姐，这些信息是不可能从外部确认的。我觉得被删除的最多是服务器的访问路径，而真正的数据这会儿应该还在服务器的本地硬盘上存着。我举个例子，就比如说我们去旅游去游玩，原本是跟着指示牌去自己想去的景点，但现在指示牌被人撤了，我们找不到景点了。但景点就是景点，它一直在那儿，不会因为我们找不到它就消失了，它不存在了。郭姐，我也说两句。根据这段时间跟钱天星打交道，我发现他是一个有点偏执倾向的犯罪分子。他对自己的犯罪手段无比的自信，对自己的犯罪成果又非常的看重。所以说，他如果删除路径是为了阻断我们的侦查，那他大概率是不会删除真正数据的。是的，就算他真的打算删除，也不是说删就能删的。要想完全删除一家大公司的数据，至少需要2个月。就算他只删掉最关键的数据，也没个几天是不可能完成的。除非用物理方法破坏掉服务器的存储。你对我们的研究可是入木3分啊，只是很可惜，没有任何意义。我们之前也是这么怀疑的，我们觉得，就算你没有销毁所有的数据，而是保存在了本地，我们也根本找不到你藏的地方，因为这里实在是太大了。你在当地又树大根深，你有那么多的房屋、土地、产业，先别说当地的警方不会配合我们搜查你名下所有的不动产，就算他配合了，说不定你还会把这些东西藏在别的我们不知道的地方。不好意思啊，安检察官，我将军了。将军？没事，钱小姐，只要没把我们将死，我们就不会放弃。
就算我们猜不到你藏东西的地方，有一个人，他能够知道。李国权，这是钱天新在本地产业的分布图，你看一下，他有可能把备用服务器藏在什么地方？这里。这儿我们不是没有想过，但这是钱天新的住所，他每周都会请一些社会名流还有商人富豪来这里聚会，人多眼杂，我们觉得他应该也不会这么做吧。你们都不了解钱天新，这个女人虽然极度的狂妄自大，但是她也极度的缺乏安全感，谁都不信任，凡事都要亲力亲为。当初我给她设计这套服务器的时候，她唯一的要求就是要我把机柜放在距离她常住地5公里的距离，以便她随时监控和销毁。怪不得他每周回去2次，其余时间都在公司。而且，为了双保险，他还让我给他这套服务器加了一个装置，可以随时远程遥控销毁数据。哎，寒暄不是说这个销毁需要好几天的吗？还有一种更快的方法，直接烧掉电路，进行彻底的物理毁灭。我特意设计了这个装置，但是为了防止误触发或者被人恶意利用，我又专门设计了一套相当复杂的启动验证程序。启动这套验证程序3分钟，才会正式的开启这套电路销毁装置。可是我们好像在服务器上没有发现这种装置。所以，它一定是用在备用服务器上。我听我的原老板王会长说，这套别墅也是钱天新从他手里骗过去的，而且地下的空间相当复杂。那你了解这个地下室的构造吗？听说，设计这套别墅的人已经去法国了。不好意思，又讲句了。按道理来说，应该也就得结束了。但是你却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一点，在我们的背后，有一个很强大的祖国。周先生，这边请。安妮。谁呀？周先生，钱天新那房子的设计师。哦。周先生原本在法国，我通过相关的渠道联系到他，他知道情况以后买了机票就来了。哎呀，您好，周先生，我是江城市检察员安妮，很感谢您的配合。哎。然后就是整个故事的高潮了。我们找来了当地的中国建筑承包商，按照周老师他的设计图，半天的时间，中国工人便复刻了一个你地下室的微缩模型。冈萨雷斯局长也是非常的配合，这边刚拿到设计图，他就让他的特警队展开了演练。我们时间非常有限，1天之内，他们一共做了11次的突击模拟练习，每一次都能在3分钟之内就能突入你的地下室。现在就差临门一脚了。警察凭什么收我的别墅？我现在是在保释期，我又没有犯罪，凭什么这么做？我又没有犯罪，你记得吗？钱天新，你犯罪了。冈萨雷斯局长亲自举报了你，对警察进行贿赂，进行非法权钱交易。你的那位朋友西蒙斯，昨天晚上他已经被当地的廉政机构拿下。现在警察依法对你的别墅进行搜查，并且会查封一切电子产品进行检查。钱天新，你太注重于军功，却没有注重到你身边的形势。你已经被我彻底将死了。
我们又见面了，朋友。你这次应该更熟悉流程了，我想就不必让我多费事了吧。你在中国犯的事情，会有人来处理。刚才在你的地下室里搜出了枪，枪在 F 国是合法的，但是从你这里搜出来的枪来历不明，属于保释期间违反相关条例。这次你别想再出来了，安心在拘留所待着吧。我现在才搞明白，整了半天，你批准我的保释，其实就是你们设的一个局啊。这些我就不了解了，而且我也无可奉告。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一个亘古不变的道理：如果猎人想要抓住狐狸，就得比狐狸更狡猾。警车在外面，你知道是哪一辆？走吧。郭姐，消息回来了，特警在定时装置启动之前呀，解除了装置，服务器安然无恙，并且已经送到了 F 国三江市警察局。我们的工作组呢，已经做好了准备，向国内进行数据传输，供国内的技术人员第一时间进行分析研判，并且钱天星啊，违反了保释条例，已经再次被正式批准逮捕，并且不得获得保释。Hello。姐，服务器找到了，定时装置也拆除了，警察打算把机柜整体运回警察局，咱们的人已经在那边等着传输信息了。走吧。同志们，我郑重建议，为了咱们的检察官安妮，为了何路源，为了韩轩，为了我们工作组的全体成员，起立，鼓掌。你不是让我等着你吗？我一直等。Stop him！ 你到了这里已经1个小时了，一句话也不愿意说。你以为这样就没事了吗？啊！别在这里装腔作势，这里是 F 国。如果你还不了解你现在的处境，我们很快有手段让你明白。你们这些手段我太清楚了，无非就是什么上电棍、洗冷水澡、不让人睡觉，哦，还有大拇指吊电风扇。都是一些小朋友游戏，乏善可陈。如果咱们之间的位置调换一下，今天不是我落你们手里面，而是你们落在我手里面，那就好玩了。我得让你们感受一下什么叫做人类想象力的极限。哎，有什么手段你们就尽管使出来吧，反正我就一句话，
我丈夫的律师没到之前，我是不会说任何一句话的。你们要找的人在这儿，请。钱天心，看来你不是很喜欢这里的装修风格。确实不咋地。没关系，等回到江城市，你一定会喜欢那里的审讯室。哼，那得看你有没有本事把我给带回去了。钱天心，就我们现在所掌握的证据，不管你在哪儿坐牢，都至少坐个10年20年的。你现在一定还心存侥幸，觉得你人在国外，我们拿你没办法。但是我可以告诉你，我们一定会想方设法把你引渡回国内受审。你在这里不愿意说的话，我很乐意回到国内之后一五一十的替你说。哇哦，好神气啊，安检察官，你真的觉得自己特别棒、特别伟大，是个大英雄是吗？你以为你真的抓了我，三江市就没有人在上当受骗，都可以安枕无忧、人民幸福、家家团圆了吗？太搞笑了！我告诉你，除了我，三江市多的是人呢。你知不知道，在整个东南亚，从事我们这个行业的中国人到底有多少？就算是你搞定了 F 国，还有 D 国、E 国、G 国，哦，还有 A 国，多少地方多少人啊？今晚你们抓得过来吗？哼，你们是永远赢不了的。只要人类的贪心和色心存在着，他们就永远都是我们这个行业的客人。你们赢不了。既然你都提到了，那我明确的告诉你，不管你们藏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，我们一定会一个一个的把你们找出来，扫荡干净。冈萨雷斯局长，我们已经将钱天锡他服务器上的数据转交给国内，现在已经基本锁定了他犯罪的事实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规定和贵国的法律规定，钱天锡符合引渡的条件。我们希望可以在你们的帮助下，顺利将他引渡回国受审。So what make you so difficult? 现在在法律上出现了一些新的复杂情况，你们并不能引渡钱天锡。但是，我也考虑到了你们这次来一定要引渡钱天锡的决心，所以我特别为你们联系了一个人，或许他可以帮助你们走出此刻的困局。谁啊？你们的老朋友。我。拉斐尔。Hello, sir. My name is Gomez. I'm Chen Tianxin's husband, and my wife is in some trouble. Now she is detained by you. I was a hired lawyer for her. May I come in, please? Only lawyer can come inside. You just stay here. All right. You know how to say hello. 总而言之，现在 F 国的警察已经对你正式立案了。鉴于你之前的表现，保释是不可能的。现在对于我们而言，最好的结果就是把你留在 F 国，留下，一切都好说。要是让他们把你带走了，我们就无法控制事态了。他怎么样？
目前一切安全。他托我告诉你，你平安，他就平安。记住，你现在可以交代一些他们已经认定的罪行，让 F 国的检方抢在你被引渡之前先行起诉你，从而把你留在 F 国受审。这是我的目标，但是不要过界。你告诉我先生，我会按照他意思办的。一切如果没有像我们想象那样发展，他希望你我明白。何先生，安小姐，我第一次请你们吃饭，就是这个，不会埋怨我吧？这怎么会呢？我们这次在 F 国能够如此顺利的把这个案子办下来，还得多亏您的帮助，再从中一起协调。我们都还没来得及谢谢您呢。来，我们以水代酒，敬您一杯，谢谢啊。哎，先别急着说谢，等把他带回去之后，再说不迟。您什么意思啊？微弱的烛火，闪烁的泪光，孤独的时候，悲伤不用紧张。如果失去方向，最怕去幻想，再远也不过是远方。淡水很失落，落下都冷了，这是一段被人遗忘的时光。曾经握的双手，就算换了形状，只要剩下一个跳动热血的心脏。暴风雨很漂亮，可以自由的疯狂，也许这更像是命运乐章。总有天会晴朗，会风轻云长，成为回忆之后去欣赏。淡水很失落，落下都冷了，这是一段被人遗忘的时光。曾经握的双手，就算换了形状，只要剩下一个跳动热血的心脏。